此人在求生界无疑是一泓清流，别人都是闲来无事挑战荒野，而他则是被迫水上生存，一待就是好几年。平时黑水煮树皮，长期瘦罗放整齐，偶尔豪华配齐餐，蔬菜水果放锅上。别问他为什么不在岸上生活，这问题实在太蠢了。没钱没房更没妞，如今只能外面溜。发哥带上简单不能再简要的锅碗瓢盆丁辅具，从这一条破败不堪的82年小木船，正式开始他的野外水上生存。这里黑水淹没了整片陆地，只有高大威猛的树木崭露头角，这也是发哥以后遮风挡雨的好去处。前方突然出现一片绿油油的瓮菜，吸引了他的目光。发哥开始趴在船头，伸手大肆搜捕瓮菜根部下方的什么东西，原来是他最爱吃的福寿螺，而且这些玩意的个头还挺大，一只不怕死的小螃蟹也不能错过。不一会儿功夫，发哥今天的伙食就搞定了。临走之前还顺走一根木头，等下他可是做饭的垫脚石。接着发哥滑到一棵早已圆寂的枯树面前，准备收集一些柴火。在这片黑水河域，收集足够的柴火并不困难，因为很多树木都已经被黑水淹死了。像这种稍微大点的树枝，直接上斧子轻松搞定，偶尔遇到顽固分子就锯子侍候。不久之后，柴火收集的差不多了，发哥满意的离开了这里，去寻找合适的地点生火做饭。发哥很快来到一棵茂盛的大树面前，推剪擦擦李并华，慧心巧手不求夸，一顿猛如虎的操作，大树立马心颜焕发。不得不说，发哥这些年四处漂泊，早已练就了一身白嫖的本领。今天生火做饭就选择这里吧，毕竟这2棵供过浴火焚身的大树，再受点皮肉之痛也不算什么。发哥把木头横着绑在树干上当支点，然后将白嫖的树枝挂起来，作为防风之用。至于灶台的搭建更加简单，用钉子把木头固定在树桩上，再铺上一些绿叶即可。斧子削木一直很酷，每棒点火瞬间就妥。发哥为了犒劳自己一天的辛勤劳动，当然要来上一壶82年的黑水，再放入一片100年的陈年树皮，妥妥的提神又醒脑，谁喝谁知道。不过友情提示，非专业人士切勿模仿，烧水不误砍柴工，生活做饭一路通。装好提神醒脑的解渴法宝之后，现在正式开始处理今天的硬菜。清洗好2根野生大葱垫在锅底，接着拿出1/2拳头大的福寿螺，趁着黑水哥不注意的时候沐浴一番。一看发哥就知道他是一个生活充满仪式感的好男人，就连锅中福寿螺的摆放也要整整齐齐摆满一大锅。试问这样的好男人去哪里找？奈何如今世道猖狂，钱财横荡，动不动就以金钱衡量一个人的品质，实属西风日下，穷人无处呻吟呐。啥也不说，啥也不唠，继续看发哥如何造。盖上锅盖，猛火收汁。在等待过程中，发哥也不忘准备来点蘸料。正所谓精致的生活都离不开油盐酱醋，食盐配辣椒绝对是蘸料界的不二之选。最后挤上一些野生柠檬汁混在一起，这般酸爽，即便还没有开吃，嘴里早已口水充盈，跃跃欲试。吃螺子怎么可以没有趁手的工具呢？即便你的细工再好，也不敌一根牙签一掏到底。终于可以开吃了，不过在吃之前，还是先把火堆浇灭。这一点点的安全意识，发哥还是做得挺到位的。身为一个吃螺达人，在品尝肥美螺肉之前，必须先尝汁水，再吃螺肉，这才叫原汁原味。发哥熟知野外生存不易，所以哪怕是一丢丢胶原蛋白，他也不会轻易浪费，一扫而空。就这样简简单单的一餐，已经让一个寂寞而无奈的好男人心满意足。如今的社会充满铜锈与显摆的味道，即便发哥戴上那顶冒牌货，也难以阻挡两者格格不入的气质。吃饱喝足之后，发哥收拾好行装，又要启程下一个未知河域。这个男人果然不是一般的狠人，不仅用乌漆嘛黑的黑水泡茶、洗脸、刷牙，而且还敢在他以船当家的一艘破木船上生火做饭，就不怕一把火给烧没了吗？今天一大早，发哥又开始寻找资源丰富的合适河域。这里环境看起来还不错，树木相对茂密，且适合暂时安营扎寨。魔斧、利刀、锯树三不误，收集足够柴火才是酷。拿起一卷绳子，在两树之间绑了起来，接着盖上一张崭新的防水布，且拉紧四角，一个临时遮风挡雨的庇护所就做好了。不得不说，只要思想不滑坡，方法总比困难多。今天发哥为了庆祝远离喧嚣的城市烦恼，他决定要吃一顿好的，毕竟以后会很长时间不上陆地补给了。接着他淌了一下黑水，还顺便洗了把脸，当然发型也要处理一下。正所谓头可断血可留，发型形象不可丢，一切准备就绪的靓仔发开始解绳划船，寻找搭建灶台的材料。很快他来到一处绿意盎然的植被面前，砍来了很多绿叶嫩枝，还从水里捞出不少连根带泥的水草。难道发哥要用来做床垫吗？在野外生存，拥有一双火眼金睛是多么的重要，稍不留神又可以加餐了，而且是几颗乒乓球大小的福寿螺。不过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在发哥眼中，似乎没有什么不敢吃的野菜。他又在水草堆上面摘取了一些嫩芽部分，还有回去路上遇见的绿植，通通一视同仁，谁也别想逃脱。发哥回到庇护所之后，开始在船头比划了一下，好像懂得如何搭造比较恰当。他将粗大的木头锯成几小段，然后铺在湿润的水草上面，紧接着在上面架起2根较大的木头做台面，最后放上2根铁柱用钉子固定，两者的距离刚好可以架起水壶与铁锅。不得不说发哥的鬼点子真多。接着刮了一点木屑做火龙，每棒咔嚓几下，就这样顺利的点燃了篝火。为了火势能更大旺盛，发哥还掏出了一根精致的吸管，玩起了遇冰烧吹口技，当然还不忘每天必饮的黑水煮树皮。这已经成为了发哥的铁打精神寄托了。烧茶不误做菜工，豪华大餐的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接着配菜与主菜陆续搞起来。一根大葱委曲求全躺在锅中，异变的西红柿与发育不良的小黄瓜，通通大卸8块，成为今天主角的配菜。就连蒜哥也来凑个热闹，生怕自己错过什么。最后发哥拿出了今天第一主角的佩奇肉，不要问佩奇肉是从哪里来的，我只能告诉你，是靓仔发离家出走的时候带的唯一肉质食粮。毕竟长这么大个人了，第一次干这事，难免会有后顾之忧嘛，我们就原谅他吧。起锅烧油，爆炒大蒜，倒入佩奇肉，与之油蒜交融，短短10秒钟的肌肤之亲，周围的空气已经充斥着香喷喷的迷人肉香，滋滋作响的油炸声，让人嘴中的口水不自觉地渗透出来。要不是庆祝逃离烦扰的都市生活，发哥平常根本舍不得吃这些奢侈的豪华大餐。等到佩奇肉煎到8分熟的时候，再倒入所有的配角，翻炒5分钟，今天的豪华大餐也就完美出锅了。这时天空也黑了下来，为了光明，也为了情调，发哥点上了2根自制蜡烛，在微弱的蜡烛光之下，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那么美好。虽然生存条件十分艰苦，但发哥此时此刻的内心是多么的平静与惬意。都市里的纷纷扰扰早已烟消云散，此刻金钱的魔力在他面前，还不如这一锅极品美味来得吸引，来得充实。每天能像这样饱饱的吃上一顿，如今成了发哥最奢望的事情。再来上一口提神醒脑的黑水树皮茶，一天的疲惫从此远走他乡。也许是黑水茶劲头太大，发哥的睡意渐浓，他终于躺下结束这朴实无华的一天。一个厌倦社会铜臭味太深的男人，独自一人划着一艘破败不堪的小木船，来到这片黑水河域寻找他的生命真谛。平时黑水煮树皮，长期瘦螺放整齐，偶尔豪华配齐餐，蔬菜水果放锅上。而发哥生活在这条小木船之中，早就已经形成黑水洗漱的良好习惯。当大地刚从薄明晨曦中苏醒过来的时候，新的一天来临了。发哥今天早早起航，似乎有大动作。原来他已经决定为自己换一种生存环境。由于小木船是前置前驱，因此当船身整体向前滑行的时候，头重尾轻的问题就特别突出。转眼间，发哥就来到了一处新的水上森林。高高耸立的大树犹如绿色巨人一般，为新建营地提供了一定帮助与庇护。不时也能听见小鸟在树中哼上几句，仿佛为这名陌生人举办的欢迎仪式。眼前有一棵早已圆寂的枯木在沉睡着，而发哥熟练地用船桨刹停在他面前，把毛绳绑好之后，他站在枯木上来回走了几步，不时还用双脚跺几下检查其牢固性，特别是它的浮力是否足够大。这棵枯木的树干虽然很大很粗，但是它的露水面积还远远不够，而且单独一根树干漂浮在水面很不稳定，想要在其上安营扎寨，一定要扩大漂浮面积。于是发哥再次划起木船，开始在附近河域搜寻了起来。眼前这根漂浮的枯木倒是笔直得很，看来生前也算是一根正树君子。就它吧，毕竟树干中散发的气质与自己不分伯仲。发哥在上面试了试它的浮力是否足够，确认之后想把它拉走，这时才发现并没有这么简单。用手摇了几下，原来这根枯木的树头树根在生前与培育它的泥土还依依不舍，藕断丝连。就发哥这小身板根本无法将其撼动，即便抄起手中的终极武器一锯了事，开始对树根霍霍了起来。锯断了第一个树根之后，枯木稍微移动些许，但它沉在水底的树头树身实在太多太重，很显然还是不能将其整体移走。不过对于大脑拥有7200转速的发哥来说，小事一桩。他想到了借力用力的好办法，把绳子一端绑在上方的树干上，而另一端绳子则借助水的浮力绑在枯木后将其吊起来，使得浸泡在水中的枯木离开水面更容易进行锯割。不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犹如纸上谈兵，虚得很。经过发哥9981锯之后，藕断丝连在枯木上的最后一根树根必然被锯断。松开绳子，被困已久的枯木瞬间重获自由。不过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罢了，因为他很快就成为靓仔发的新坐骑。
真是刚出虎口又入狼窝呢。身手矫健的发哥，为了省去绕路的时间，直接躺平在船上，穿过了这棵大树。被解放的枯木，乍一看不觉得它有多长，但近距离与小木船一对比，原来两者相差无几。稍微把枯木表面的树皮清理洗净之后，把它与小木船系上绳子。发哥直接蹲在枯木上做起了人工发动机，而小木船则被一路牵引跟随着。好在两根天选之木的距离并不算太远，对准树眼直接插入，快很准，无可挑剔。加上发哥从旁整理与调味，两根枯木瞬间粘在一起，不离不弃，这样就有足够稳定的浮力与使用面积。下一步只需要采集材料，对两根枯木进行加固。随即发哥二话不说，像灵活的猴子，提着斧头爬到树上狂斧乱舞起来，接着将精挑细选的树枝通通钉固上去，两根枯木的组合瞬间大变样。再把小木船上的甲板也拿下来铺平，发哥立马情不自禁坐了上去。正所谓出色的匠人，往往都是匠气做产品，匠心出作品。这件水中杰作，发哥表示十分满意。坐在上面喝一杯黑水，树皮也别有一番风味。随即再用乌漆嘛黑的黑水整理一下仪表仪容，毕竟人穷不要紧，但意气风发不能丢。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生火做饭了。发哥决定把捡来的易拉罐将其全部剪开，当做炉灶的垫子。这样一来，可以防止在柴火焚烧的时候，不至于把新营地的底木给烧掉。正当发哥需要回到小木船拿工具的时候，小木船早已生着闷气，越飘越远。谁叫发哥喜新厌旧？突如其来的突发事件让发哥很是挠头，无计可施，只能脱衣下水，把小木船划回来。想在自然中求得生存，总要面临许多的挑战。刚才的天气还好好的，如今突然下起瓢盆大雨，淋得发哥措手不及，手忙脚乱。现在也只能顶着大雨，尽快把帐篷搭建好。帐篷不仅仅是一块简易的塑料薄膜，它可是挑起了替发哥挡风遮雨的担子。很快，简易的帐篷搭建起来了。但此时的发哥依旧未能停下手中的斧子，继续完善新的营地。目前发哥需要收拾一块可以点火的地方。木头尽管终年泡在水中，但现在的坚硬程度依然坚固无比，每一斧子下去都是哐哐作响。清理出一块生火位置之后，钉上马口铁材质的易拉罐铁皮。眼看此时的雨水开始有停下来的迹象，但下一秒再次倾盆而下，似乎这场雨水一时半会不会给发哥好脸色看的。于是发哥找来一根树枝，把雨布的遮挡面积再撑大一些。随后终于回到帐篷内歇息一番。尽管外面雨水还滴滴答答的下个不停，但依然没能阻止发哥忙里偷闲的好心态。来上一口热乎乎的独有黑水树皮茶，整个人顿时精神抖擞，充满热的力量。为了防止长时间淋雨容易感冒，发哥也不得不把毛毯披在身上。即便雨水拍打的声音充斥着整个雨林，但丝毫也没有影响发哥美好的心情，因为他知道总会有雨过天晴的时候。纵使雨水会停，但发哥的水上生存仍在继续。你懂得怎样在浮木上生活吗？不仅要学会制作捕鱼陷阱，就连生火做饭都要一条龙，亲力亲为。上一期说到，发哥嫌弃小木船的可用面积太小，于是利用2根巨大浮木建造了一个简易的生活平台。那么我们就一起来见证发哥的水上生存会带来怎样的巨大变化，而这个简易平台以后改造成什么样的雄伟建筑，我们拭目以待。老天爷的心情总是时好时坏，说变就变。刚刚才大雨倾盆，转眼之间又雨过天晴。此时发哥的小肚皮早已饿得咕咕作响，他迅速收拾好平台，一边划着小木船探索这片未知的河域，顺便收集一些干燥的枯木，准备生火做饭。在野外生存，你必须懂得如何利用周围的有限资源。遇到这种干枯且稍粗的柴火，可以适当的多聚一些。虽然这片水林随时可以听见鸟语在滋滋交流，但这种遥不可及的人间美味，即便发哥3番4次的抬头望去，就以发哥目前的技能与工具，是暂时无法触及到的事物。还是回到营地，做回现实中的自己。正所谓新房安造火鸡报道，虽然发哥没有火鸡的助兴，但开炉烧灶还是必须的。用发哥之刃削出薄薄的火绒，听着削木屑的声音，着实有点丝滑般的感觉。作为发哥野外生存的重要伙伴，美棒哥也要出来露两手。咔嚓一声，成功点燃了火堆。在野外生存本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更何况要在水上生存。想要生存过得去，必须耐心和努力。发哥拿起水壶，在黑水中哗啦啦地沐浴了2下，然后又原地打满了1壶黑水，真是干净又卫生。原本发哥指定的黑水茶特饮，今天也有了新的尝试。一小束植物花蕾成为了新一代新宠，就是不知道煮开之后味道如何。而今天的主食
就是这一根粉皮色的番薯。相信番薯对很多小伙伴再熟悉不过了，因为它是我们农村小孩童年时期的美好记忆。清洗一下，直接放在火堆旁边烘烤即可。为了避免番薯被烤焦浪费食物，还需要不时的将其翻面。发哥在等待美食的过程中，并没有静坐待食，而是居安思危，立马动起双手制作捕鱼陷阱。发哥拿起一根2头贯通的空心胶管，不停的前后打量了一番。发哥不愧拥有一颗7200转速的脑袋，很快就有了制作方案。拿起手锯对准胶管一端，锯出4块5厘米左右的深度，接着放到火堆上将其烤软。趁着胶管还热乎软绵的时候，用手将锯开的每一片塑胶往胶管内侧对折，使其完全将胶管口封闭。紧接着再把捡来的一个塑胶瓶割开，在其瓶身割下一块长方形的塑胶片，同样的也把它放到火堆上烤软。在等待之时，发哥在胶管另一端的1厘米位置锯开一道口子，再把烤软且裁剪好的塑胶片往胶管口塞进去，使其形成一个只进不出的开关。为了防止塑胶片脱落，还在后方位置再次锯出一道口子，把凸出来的塑胶片插进管内。就这样，一个简单又完美的捕鱼陷阱就完成了。不过看陷阱的大小与造型，估计是用来专门捕捉黄鳝而制的。此时今天的新特饮也煮好了，先把它倒入保温瓶，待会品尝。目前还是先把捕鱼陷阱布置好才是上之策，毕竟要长时间在水上生存，足够的食物才是重中之重。发哥把一只硕大肥美的福寿螺敲碎，取其螺肉再放进胶管之内充当诱饵。即便福寿螺对发哥来说同样珍贵，但这也是没办法的。正所谓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呢。忙活了大半天，发哥的正餐时间终于到了。此时被炭火烤的外焦里嫩的番薯，散发出像炒熟的板栗一样香气扑鼻。即便此时番薯哥全身都滚烫的，但依然没能挡住被发哥徒手掰断的命运。粉色的外表，金黄色的内在，此等润肠通便、益气补虚、降低血压的人间美味，直叫人垂涎3尺、跃跃欲试。对于发哥来说更是如此。你看他那种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的样子，就知道番薯哥有多美味了。再来上一杯新宠的黑水特饮，真是清甜又甘口，一刻都不想走。发哥吃饱喝足之后，穿上他那迷人的迷彩裤，调整好小木船，开始出发布置下一步计划。正因为发哥这种一路未雨绸缪的行动与心态，才能使他在任何恶劣的环境之下都能披荆斩棘，从容面对。发哥划着小船飘荡在黑乎乎的水面上，双眼不停四处扫视，寻找合适的摄捕地点。一盏茶时间，他终于来到了一处野菜丛生的河域。这里的水生植物确实够多，而且绿荫盎然，充满生机，很显然是鱼儿觅食与隐秘的好去处。不过同时也是发哥摄捕的好位置。野生的黄鳝特别喜欢在野菜的根系上觅食一些有机化合物、碎渣和藻类植物，同时它们也很喜欢吃螺肉和喜爱钻穴的特点。这次发哥制作的胶管陷阱简直是为黄鳝量身定做的死亡陷坑，把胶管陷阱45度斜插在水中，并用绳子与野菜绑在一起，防止陷阱飘走。唯一可惜就是胶管陷阱的数量太少，不然中标的几率会大大提高。从不空手而归的发哥随即摘了一些鲜嫩的野菜充充饥，真是铁打的钢胃，流水的食物，没有什么是发哥不可以吃的。直接倒点酱油与食盐当蘸料，将野菜清洗干净，取其鲜嫩部分的菜梗，剥去梗皮，沾点蘸料直接开吃。鲜嫩的菜梗在发哥嘴里发出滋滋作响，犹如葛优吃黄瓜时的表情，毫不在意，波澜不惊。看看发哥的吃相，就不难猜出菜梗已成为一道美味。在享受完一轮小零食之后，此时的天色渐暗，凉风也得意起来。穿上外套的发哥也是时候过去查看陷阱了。今晚究竟是鱼吃捞饭，还是茶水送饭，就此一举。发哥把胶管拿上来抖动几下，管内发出沉甸甸的撞击声音，原本忐忑不安的内心终于安定了下来。往盆里一倒，3条原生态的野黄鳝随即映入眼帘，一大两小就是发哥今晚的蛋白质来源。你见过哪些野外生存的牛人吗？贝爷与德爷的威名已经是街知巷闻，但还有一个初出茅庐的水上生存狂人，你见过没有？一人划着小木船纵横黑水河域，一待就是好几年。无论是自制陷阱捕鱼抓螺，亦或者是船中生火做饭，样样都是有板有眼，顺手捏来。不过最近发哥更是有大动作。上一期说到，发哥捡来2根枯木，扩大了生活平台。今天继续完善平台的同时，为了能在水林中实现吃蔬菜自由，发哥还尝试在枯木上种植姜葱蒜，并且不久之后，发哥将迎来一位神秘的小伙伴，与之一起友情岁月。
发哥是一个生活过得精致且勤奋的人，为了实现接下来的计划，说干就干，不带半点含糊。发哥来到一片浮木纵横的河域，拿起斧子开始削木做钉。这些浮木明显已经在这里给黑水哥欺负多年了，身体早已身心俱疲，破败不堪。很快被削好的木钉，在发哥的3锤2棒之下，瞬间嵌入了浮木之中。接着把一根结实的毛绳绑上，企图与昨天做好的平台进行牵引合并。但发哥坐在船上明显是拉不动他们的，所以他必须站在另外一根浮木上发力。正所谓大力出奇迹，一切皆有可能。转眼间，水面上的几块大浮木都被发哥牵移在一起，在水面上形成一块不小的露水面积。发哥先用绳索将它们暂时绑扎固定好，接下来就是正式对该平台改头换面。一棵正在茁壮成长的小树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自我贡献。反正18个月之后又是一棵好树，而旁边的好基友横树哥也自告奋勇地做出了牺牲。面对这些慷慨就义的树哥们，发哥当然义不容辞笑纳了。收集完木材之后，满载而归的发哥开始拿着木钉敲进浮木上，接着用一根长木横向架在所有浮木上面，再用绳子与木钉牢牢地捆扎结实。转眼间，发哥已经把浮木的加固工作全部完成。想在浮木如履平地的行走，就必须用许多小号的木头铺设在长木棍上面，并加以捆扎好。看这平台的面积足足有4平方之宽，发哥为了在上面行走的时候不至于行差搭错扭伤脚踝，他必须还要去收集一些更小的树枝铺在上面充当地板。眼前这些干枯的细小树枝大小正合适，二话不说直接挥动着发哥之刃，一堆小树枝就这样被整齐划一的放在船上。发哥将小树枝横向铺在原有的树木之间，这样既可以减小缝隙，同时也可以防止小树枝折断率。地板铺完之后看起来还不错，有了结实的地板，怎么可以没有遮风挡雨的屋顶呢？发哥在平台的4个角落搭建了4柱4梁，在柱子的用料方面选用了较粗的树干，从而极大地减少了后期维修频率。在整个房顶框架搭建完成之后，再用同样的小树枝铺设上去。当然，小树枝的紧密度越好，房顶的遮风挡雨效果就越佳。有人会问，为什么不用比较粗的树枝来搭建呢？这样房子就更加结实耐用呀。其实发哥一向做事都是心思缜密，他必须控制好每一根树枝重量的增加，太多太大都很容易使得平台举步难行，甚至有可能下沉的风险。加上发哥还考虑以后会在上面建造和种菜，不得不说发哥心思缜密，想得长远。长期在野外水林中生存，除了每天寻找食物给带来的压力，其实还有一个更为难以解决的难题，那就是孤独感。长期或严重的孤独感可能会引发某些情绪障碍，一旦爆发，后果不堪设想。孔子曾说过，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所以发哥每天都把工作安排得满满当当。不过今天发哥的好运气要来了，就在他专心铺盖房顶的时候，被远处传来的声音吸引了过去。原来在一堆绿油油的水葫芦上面，有一只遭到世人遗弃的旺财，在此等候有缘人的垂怜。当他看见发哥出现的那一刻，卑微而可怜的声线随即急速和洪亮了起来。同时发哥也感受得到彼此的一见钟情，能在偌大的荒芜水林之中相遇，肯定是冥冥之中早有安排。也许上天也觉得发哥一个人在水林中生活实在太孤单寂寞了，所以把旺财派来给他做个伴。发哥当然义不容辞地伸出双手迎接这位天赐好友的到来。看旺财全身毛发都是金黄金黄的，那就必须给他改一个霸气的名字，就叫他小黄吧。发哥用黑水稍微帮小黄整理了一下仪表仪容，用鲜艳的红布擦去身上的污渍与水滴。发哥与小黄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新的篇章。发哥划着小船返回营地，由于小黄是第一次坐上这艘不沉号，所以显得特别害怕与兴奋。作为见面礼，发哥当然不会亏待自家兄弟了，立马把整个袋子的粮食全都给小黄安排上。看他嘚吧嘚吧的吃个不停，想必小黄在陆地过得也不怎么样，真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呢。小黄吃到一半的时候，两只友善的狗眼向发哥示意，你为啥还愣着呀？不一起吃吗？发哥只好拍了拍他的小脑袋，便开始保持沉默。随后发哥继续整理新平台的树枝。虽然发哥与小黄只是一面情缘，但对于发哥来说，早已把小黄当作家庭成员的一份子。眼前正在搭建的这块小地方，就是小黄以后的私狗房间了。为了能让他住得安心安全，发哥再次砍回一船小树枝，细心地把它们整理一番，然后再为狗房装修搭建。匠人的手艺，家人的细心，狗房很快就搭建好了。为了能让小黄住得放心，睡得暖心，发哥再次划着小船来到之前的水葫芦跟前，而挂在树枝上的干燥水葫芦正是发哥此行的目的之一。被晒干的水葫芦不仅重量足够轻盈，而且它的根系也比较柔软，拿回去给小黄做席梦思再好不过了。回到营地，发哥细心把干枯的水葫芦全都铺在小黄的床上，看着厚度与软度，睡起来绝对十分安逸温暖。
甚至比自己睡觉的地方还要舒服。随即一面之缘的小黄终于有了自己的闺房，也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个家。小黄很快就吃完了大哥给他的粮食，突然他望着镜头，似乎有狗话要说，奈何语言不通，只好欲言又止，还是算了吧。此时发哥坐在旁边摆弄这一束鱼线，他又有了下一步的计划。因为发哥心里非常清楚，过去一人饱餐一顿，全家不饿，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有了小黄的加入之后，想获取更多的食物，更不能有一丝懈怠与偷懒。因为小黄只负责干饭不干活，发哥很久没有使用鱼钩钓鱼了，但是为了家人，他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获取更多食物。虽然钓鱼很耗时间和耐心，但钓鱼无疑是水上生存获取食物最便捷有效的方式。哪怕只钓到了一条小鱼儿，发哥也来者不拒，欣然笑纳。有了好的开始，自然不会放过大好机会继续垂钓。看着一人一狗在水林中惬意的画面，不禁令我在脑海里不停地思考，我们这么努力挣钱，到底为了什么？即便有了足够的钱之后，能像他们一样开心惬意吗？此时干完饭的小黄倒头就睡，而发哥每次钓到鱼儿的时候，总是难掩心中的喜悦。无论大小，通通都收入囊中，即便质量不咋地，但数量一定要跟上。更何况小黄一觉醒来就是要干饭的。想到这里，发哥就越钓越起劲，坐在平台钓完钓屋外，辗转腾挪好几个地方。不过皇天不负有心人，今天钓到的鱼儿数量还是不错的。转眼间，发哥在浮木上升起了火堆，在等待炭堆的时候，发哥把今天钓到的每一条鱼儿清理干净之后，直接用新鲜的树枝把8条大小旗鼓相当的小鱼串了起来，放在火堆旁开始烘烤。此时小黄也开始闻香躁动起来，不停装模作样的发出可怜叫声。即便还没有熟悉船上行走的小黄，生怕发哥会把他那一份给忘掉烘烤了，他开始壮着胆走到发哥跟前提醒一番：大哥，别忘记小妹的烤鱼呀！你放心好了，只要有我一口粥喝，就有你一碗饭吃的。很快8条原生态的小鱼儿在炭火的烘烤下，逐渐变得焦皮里嫩，而鱼肉的香味早已十里飘香，充斥着整片水林。发哥连忙拿来一串烤鱼，第一时间就给自己小妹来上一条。而此时小黄却开始耍起小脾气：大哥，你先帮我把烧焦的鱼皮去掉，我才会吃。发哥当然依他所示，将烤糊的鱼皮鱼肉去掉，再放到小黄的嘴边。不得不说，有这样的好大哥，请给我来一打。紧接着发哥又用双手捧着河水给小黄喝上几口，这满分的服务态度着实令人羡慕嫉妒恨呀。等小黄吃饱喝足以后，发哥才舍得自己啃上几口，看得出来发哥是打心底喜欢小黄的。而小黄吃完之后倒头又睡了起来。下一期发哥将潜入水底挖来一些黄泥，究竟他会用这些黄泥干什么呢？我们就拭目以待吧。一个人长期在一条破败不堪的小木船上漂泊生存，他会遇到怎样的生活问题呢？上一期我们说到，自从发哥与小黄结下不解之缘后，一人一狗每天的生活过得不亦乐乎。但现在遇到一个难题摆在发哥面前，那就是天天在浮木上生火做饭。再结实的浮木也总会有烧穿的一天，所以发哥决定在浮木上用黄泥建造一个连体式的特色炉灶。但是在这水林中四面环水的地方，又从哪里弄来黄泥呢？我本以为发哥要再次踏足广阔的陆地，谁曾想发哥抽裤子拉一拉链，突然我恍然大悟，原来答案就隐藏在河底之下。只见发哥用手拨开河面的漂浮杂物，顺着河中的引导木棍，一个深呼吸就潜到了水里。随着木棍不停地晃动了几下，发哥很顺利地从水底捞上一把黄泥，但这分量明显还远远不够。紧接着发哥再一次深呼吸潜入水底，就这样一潜一浮的动作，发哥来来回回地重复了数次。最终收集足够的黄泥之后，发哥才心满意足地回到浮木上面。听着发哥大口的喘气，可以看得出这水下作业相当耗体力。现在制作炉灶的材料已经有了，下一步就看发哥如何打造具有特色的连体式炉灶。发哥先在2根间隔不远的浮木上架上8根大小相仿的木棍，使其形成一个空中楼阁，然后再把黄泥铺在木棍上面。这是为了在烧火的时候不让高温的火焰烧掉底下的木头。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层泥巴必须铺得厚实且全面一些，毕竟是要一劳永逸的事情，没必要等出现问题的时候返工再做吧。随着镜头不停地切换之际，发哥用他那心灵手巧的双手，很快就把黄泥一块一块的往上叠加，而炉灶的底座也出现轮廓。看着发哥一直忙碌不停的背影，想必现实生活中的他也会是一个勤劳认真的好男人，但为啥就是找不到女朋友呢？难道这种好男人在如今铜臭味泛滥的社会，女孩都是视而不见吗？真心搞不懂。
而年轻有为的小黄才不关心这些东西，一如既往地趴在闺房中酣酣大睡。发哥这次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制作了一个连体式炉灶，可以同时烧饭和炒菜。现在炉灶的大体构造已施工完毕，接下来就是对炉灶进行加固与美化。我们可以从镜头前看得出，此时2个灶台的形状不太一样，显得格外大气有档次。而左边那个灶台还自带烟囱，真是不得不佩服发哥的思想前卫。有了这根不起眼的烟囱加持，想必左边这个炉灶的火势会更加炽热与高温。而2个炉灶的外观也甚是美观，直接被发哥荡平的油亮发光，真是生火建造谁最猛？发哥巧匠良工最是狠。在一番忙碌之下，连体式的炉灶终于大功告成，这也预示着发哥日后生火做饭有了家的味道。当然，提供方便快捷是肯定的了。发哥这个人虽然长得眉清目秀，但他的内心绝对是细腻有加。为了小黄在吃饭的时候能有个像样点的吃饭家伙，二话不说，直接用泥巴给小黄做了一个吃饭用的小碗。这心思，这巧手，简直是男人典范中的真男人。你以为这就完了吗？当然不是，发哥还要在小碗底部再加上一个底座。这操作真的对发哥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很快，在发哥的精心制作下，一个手工精致的素胚碗就完成了。在表面抹上些许水圆润一番，立马呈现碗有碗样。发哥一共制作了2个，一个是送给小黄的，一个是给自己的。看来小黄真是跟对人了。现在把火堆升起来，不但可以把新建的炉灶进行硬化，同时还可以进行第一次烧水，而放在一旁的碗胚也会被快速烘干，真是一举3得，妙不可言呀！发哥在等待的同时，便开始着手准备午饭，把之前留下来的鱼干用树枝一条条夹住，放在炉灶上面烘烤。在野外生存原本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还在酣酣入睡的小黄虽然无忧无虑，但发哥则需要考虑更长远的生计。于是他把一些类似于大蒜的植物打算种在浮木上面，这样一来，以后就有源源不断的蔬菜供应了。发哥用斧头直接剁碎浮木表面的树皮，再撒上一些泥土与木屑混为一体。不过这样的做法真的可以为绿植提供一定的养分吗？紧接着把刚才拿出来的菜苗全部种上去。发哥突然又考虑到小黄的好奇心太重，生怕会影响菜苗的顺利生长，于是利用一些小树枝把菜地围了起来。就这样，发哥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菜园。时间不迟也不早，开水和烤鱼都同时可以饮用和食用了。但由于小黄还没有睡醒，发哥只好等他醒来再一起享用吧。毕竟一个人吃饭有多寂寞，想必没人比发哥更有体会了。自从小黄认了发哥做大哥，已经有好些日子。虽然没有歃血结拜，但发哥在水林生存这段日子里，对小黄照顾有加实属难得。只不过发哥今天一大早突然下了狠劲，开始霍霍地磨起了斧头。难道这就叫养肥再宰吗？可小黄现在也不肥啊！大家可千万不要误会，发哥并不是打起了小黄的主意，而是在日常的生活里，由于发哥之刃一直没有刀鞘，既不利于保养，也不踏实安全。再者就是长期在水林生存湿气中，如果这些铁具不进行保养与爱护，那必定不利于长期的水上生存。于是发哥准备利用木头给刀刃做柄刀鞘。发哥很快就在木块上标出了整把刀刃的形状，然后用刚刚磨好的凿子将标好的木块内部尽数掏空。有人说，忙碌可以使人忘却烦恼，就像喝醉酒那样。而刚刚睡醒的小黄却像是心事重重的样子，根本不在意发哥的一举一动。而专心致志的发哥已经把刀鞘做得差不多了，放上去试一试，尺寸刚好合适。而另外一面也如法炮制，把2块削好的木块合在一起看看。发哥总感觉它们之间不够严丝合缝，于是拿起木刨继续将刀鞘削得更平滑一些。在追求刀鞘的实用性之余，它的外观也不能含糊不清、不伦不类，就好比谈女朋友那样。虽然说内在和品格最重要，但谁会介意在这基础上能拥有一个身材与脸蛋都同样出众的女朋友呢？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得出，发哥和小编也一样，是一个有着审美追求的好男人。发哥不停调整木刨的刀刃位置，使其更好将刀鞘表面打磨得平整光滑一些。发哥该不会是工匠出身吧？把发哥之刃插进刀鞘之中，
看拔刀的架势，有没有一种征战沙场的感觉？接着再用富有韧性的藤条绑在外观。一把精致且实用的刀鞘就此完工，这也是发哥在这段日子里制作最为精美的手工制品之一。发哥高兴之余，便牵着小黄的狗腿子，欢快地嗨了起来。但就在顷刻间，发哥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长期出来野外生存，本就是一件极其需要勇气的事情。而小黄的表情一直都显得不太那么自信，甚至有点害羞。于是发哥决定用干枯的水葫芦给小黄制作一件勇气铠甲。说做就做，发哥在小黄的闺房整理出一些干枯的水葫芦，接着把小黄抱出来量身定做铠甲的尺寸。不得不说，发哥是从心底里喜欢小黄的。在勇气铠甲刚开始制作的时候，意识到即将有新衣裳的小黄便开始活跃了起来，不停地在发哥旁边玩耍嬉闹。发哥拿着细绳度量了一下小黄的腰围，然后用脚踩住水葫芦，用细绳将一根根水葫芦给编辑了起来。随着镜头一切，部分的铠甲已经制作好了，而旁边的小黄似乎也想出一份力量。为了表达自己的意愿，他不停地咬着地上的树枝。不过很可惜，发哥并没有心领神会，直到累了就依偎在发哥的小腿上打起了盹来。很快，勇气铠甲终于制作完毕，是时候让小黄穿上这独一无二战甲看看。然而万万没想到，穿上铠甲的小黄似乎更加没有勇气了。不知道是不是对着镜头不好意思，亦或者有可能是饿了的原因，小黄的精神面貌都低了许多。为了唤醒他的勇气与斗志，发哥直接帮小黄沐浴一番。然而洗完澡的小黄好像也不见得精神许多，于是发哥连忙端来他的饭碗，再给小黄倒上食物，但小黄却依旧没有吃上半口，这可把发哥给急坏了。难道小黄生病了吗？好了，视频就到这里了，关注我，下一期发哥的水上生存更精彩。